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利用东道国地位耍无赖，中俄应该联手推动联合国总部搬离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搬离美国是一个全球谈论了很多年的话题，原因是因为美国屡屡利用东道国的地位优势搞霸权，用特权还耍无赖。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2003年，美国为了给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到借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竟然把一个装着细菌武器的玻璃试管带进联合国大会会场，展示出来作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的证据。当时大多数联合国代表都相信了这是真的样品，是美国通过秘密渠道拿到的，很多国家被说服了。比如英国，随后英国议会和政府同意跟随美国一道发动伊拉克战争。很显然，美国达到了目的，但很多人事后感觉后背发凉。如果那个玻璃试管不慎被摔破，出席会议的很多人就会凶多吉少，整个联合国总部大楼里的人也都凶多吉少。而鲍威尔之所以能把这样的东西带进会场，就是利用了美国的东道国地位，以及美国主要负责安全警卫的优势地位。当然，事后证明，那就是美国陷害伊拉克的假样品，但美国已经成功发动战争了，才不管它真假与否。事后，美国带领的盟军根本就找不到伊拉克的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就是美国用假证据欺骗世界、欺骗联合国。真相被揭开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道歉，但厚颜无耻的美国拒不道歉。从那时起，国际社会就有了呼吁联合国总部搬离美国的呼声。之所以出现呼吁联合国总部搬离美国的主张，还因为美国利用各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及外交使团长期住在美国的情况，高密度的开展会外秘密活动，采用收买、拉拢、威胁等种种手段，裹挟更多国家站在美国一条阵线，使得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常常有失公允。俄罗斯现在是坚决主张联合国总部搬离美国的国家，因为美国的表现实在太下作了。为了阻止和干扰俄罗斯担任联合国轮值主席，美国竟然强行拖着不给俄罗斯外长及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严重耽误和干扰了联合国的正常运行。不过，美方绝不会同意搬迁联合国总部，因为这将导致美国失去滥用联合国东道国特权之外，还会挫伤其声望，每年还会失去50亿美元的收入。只要美国裹挟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反对，就难以达到2/3联合国成员同意的票数，搬迁联合国总部就很难。中国在这事上应该与俄罗斯联手，一道团结其他国家，组织召开这个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即便不成，也能打击美国的声望，挫伤美国霸权。至少中俄等国应该牵头联合国召开大会，出台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及服务人员享有无需美国签证，能够随意出入美国的外交豁免权决议。我想，这个联合国决议应该可以获得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这是打击美国利用特权操弄霸权耍无赖的重要手段。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